大家好，我是法山。如今呢，春節檔也快过了，我想認真的跟大家說說《熱辣滾燙》啊，就是春節檔的另外一部電影。說實話，關於這部電影呢，我不吐不快啊，畢竟作為原著《百元之戀》的忠實影迷呢，我是很期待故事的本土化創作是能給我驚喜的。但在看完以後呢，我的感受就很複雜啊，有褒有貶吧。我們先說褒的啊。首先呢，從商業片的角度呢，《熱辣滾燙》毫無疑問是很成功的，成功在3點啊。第一呢是選題好。搞創作的都知道，良好的選題是成功的一半。比如說孤注一擲就踩對了緬甸反戰的點，而消失的他呢，背後是此前諸多的關於東南亞的熱搜。而當我知道《熱辣滾燙》是買了《百元之戀》的版權的時候啊，我第一感覺是本片就已然贏了一半。女性、成長、勵志、普通人、拼搏、拳擊啊，就是這些選題能最大程度上激發觀眾的共鳴。如果我是投資人啊，我看到這幾個字我都會一拍大腿啊，大腿一拍。加上呢，還有原作如此扎實的故事底子，以及賈玲前作所帶來的升騰之勢啊，更以及賈玲本人，誰看了誰都說成絕了。而事實證明啊，這個選題毫無疑問是成功的。為加深理解我們反觀春節檔選題失敗的另外2位就知道了啊。第一位呢是韓延同志，作為絕症題材專業戶呢，其實韓延此前是屢戰屢勝的，新作呢評價也不錯，但為什麼票房不佳呢？說赤裸一點啊，可能就是大過年的時候啊，大家不太想看到絕症題材啊。第2位呢是宁浩先生，講真啊，紅毯先生呢我很喜歡，大家看完我就知道票房為什麼表現不佳了。第一呢是主角的巨星身份就難以與普羅大眾共情，第二呢就是宁浩的表達呢就過於的藝術啊，過於的隱晦，兩者加起來呢就4個字：曲高和寡，票房自然就低了。第二一點啊，是《熱辣滾燙》呢對原片進行了非常成功的商業化通俗化的改造。原片呢女主被強姦等治癒的部分，以及整體陰鬱白描的風格《熱辣滾燙》幾乎都進行了淡化。原作表達形式上的克制，比如說有限但準確的 BGM， 再比如隱晦雋永值得細品的情節和台詞，《熱辣滾燙》呢也都進行了非常通俗化的變動。其中商業化最妙的點就在於結局的改動上。原作中主演與拳擊手的結局，實際上是百元之戀它最有爭議的一個點也是它豆瓣評分只有8.3分注意我這裡用了值的核心原因。對此呢，熱辣滾燙也做了非常徹底的改動BGM 就是該上就上，狠狠的上；台詞呢該點透就點透狠狠的點，生怕觀影有門檻。從這個維度呢，熱辣滾燙的商業化再創作也可稱大刀闊斧。第3是賈玲可以說首次的將真人秀的概念帶入了電影界。什麼叫真人秀概念下的商業電影呢？真人秀就是秀真人，主打一個人設，強調立人設不是一個貶義詞。從商業角度考慮，任何人都應該立人設。而本片從上映前到上映中烏雲諱言，討論最多、熱搜最多的就是賈玲的減肥與健身，以及背後反映的她本人的堅韌與毅力。請不要反駁這一點若有課代表呢，可總結下本電影熱搜哪方面的話題詞最多這可不可以呢？當然可以，也確實產生了極強的商業價值。而由此帶來的還有一個益處就是大家包括我都很佩服賈玲都很佩服她。這個佩服呢也影響到了票房。這次你要說片方不是有意為之嗎？不可能因為前期電影的營銷肯定是需要片方引導的。且從電影本身出發，如果你真的看過片子，你就會發現它確實打上了太多賈玲本人的烙印了。無論是片中閃現的李煥英，還是滾動播放的減肥日記，還是片尾賈玲本人的自述和形象照，我很少有看到哪部電影有如此直白的將創作者從幕後拉到幕前，進行創作者個人形象和意志的強表達。這份自我呈現出現在改編電影中就會更加的明顯，給人極強的在電影臉上蓋私章的觀感。在傳統的藝術表達觀裡電影也好，小說也罷，只要是故事類的創作呢，創作者通常會將自己的表達隱藏在故事中。而熱辣滾燙焦點有沒有在都樂瑩身上呢？肯定有，但也有相當一部分其實是在故事外的賈玲身上。這叫什麼？這就叫打破第4堵牆然後呢，我們就終於发現這年頭賣什麼都是賣人。比如說書要暢銷，首先作者本人要火，要有爭議有噱頭。而同樣的邏輯只要導演個人有魅力，他的作品呢也會跟着收回。我相信賈玲下部作品也會賣得很好因為觀眾實在是太愛她。
可如果拋開商業上的成功，僅從作品本身來看，我要坦率地說，我個人認為啊，無論是作品本身的藝術性，還是主演的演技上，《熱辣滾燙》都是遠遜於《百元之戀》的。即使《熱辣滾燙》的豆瓣評分目前應該是8分啊，就8分左右，眼瞅着就快趕上原作了。這一點呢，我想賈玲本人心裡也明白。作為一名創作者，他在改編的時候肯定是清楚《熱辣滾燙》中是有多少藝術對商業的妥協的。對此我不過多解釋，我也並不嘗試讓讀者接受我的觀點啊。我們可以表達自己的審美，但永遠不要嘗試他人接受自己的審美。我只有一個建議，就是如果你喜歡《熱辣滾燙》，你可以去看看《百元之戀》。看完以後呢，你就會明白為什麼這個故事會打動賈玲，你也會發現這個故事原來還有不一樣的表達方式。我只能說看完《熱辣滾燙》以後呢，我本人是更喜歡《百元之戀》的。從這個角度我甚至對賈玲產生了一丟丟的心疼她已經這麼努力了為電影付出這麼多了，到頭來前面還是有安藤櫻女士在。關於二者呢，有個很好的比較，就是主角走上擂台的那個片段這是極為重要的一幕。你兩相比較呢，無論從導演的功力層面還是演技層面，你都能看出高低這不怪賈玲不努力就只能說安藤櫻在片中的演繹呢，的確是登峰造極。總而言之吧，熱辣滾燙呢，在商業層面很成功，在藝術層面呢很一般，且為數不多的藝術性都與原作有關。在此情況下，我樂觀的猜，賈玲會在後續作品裡，除了商業性以外，會有更多藝術層面的探索和表達。一方面呢，他一定是一個現實的人現實的人呢，一定會考慮到作品的收益、給投資人的回報以及作品本身的影響力。而另一方面呢，我想他骨子裡應該不是一個完全趋利的人。在已經獲得很高的商業回報以後在已經成為最具票房號召力的導演的情況下，我相信呢，他會在後續的作品中有更多藝術層面的嘗試，以及更多通過藝術所表達呈現的自我。即使這些嘗試呢，可能不會帶來高票房，就如同本次春節檔中的寧浩一樣。